我遇到一些人呢，没有学过的和学过的，都有各种各样的烦恼困扰着他。见了面跟我见面的人很少特别快乐眉开眼笑。本来在这给人说笑还聊天挺开心的，一见我之后眉头一皱。师父啊，我老公那个腿什么时候不痛了？师父啊，我孩子什么时候结婚呢？我孩子什么时候能生宝宝啊？再年轻一点的妈呢，就是说，师父啊，我孩子能考上大学吗？再年轻一点的，师父，我能结婚吗？哎，对，都是这样的。见了我很少眉开眼笑，大大方方，眉头是展开的。哎，他给别人说话的时候嬉皮笑脸的，一见我之后眉头紧锁。问题就来了。人生中很多的烦恼，无论家务事，是吧？夫妻间的，还有这个婆媳间的，兄弟姐妹间的，父子母子间的，还有你的社会同事之间的各种的烦恼，其实都可以用自己的心来理解这件事，最终是解决这件事，是自己可以做的。所以我为什么经常在讲课之中，有时候是佛法，有时候是超越了表面的佛法的一些很多世俗的故事和事情来解释道理呢？我就发现呢，我们的烦恼根本原因是来自于自己的心，对不对？那为什么是来自于心呢？就是因为不懂道理。比如说做媳妇的和公婆无故的找茬打架，那么你丈夫会因为你这种行为会欣赏你吗？会赞美你吗？会更爱你吗？会什么样呢？丈夫会怎么样？会离你而去的。无论是否离了婚，但他的心已经离开了。与你有没有责任呢？就理解了这叫什么呢？因果关系。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攻击他妈妈，比揍他的脸，比打他的脸还痛苦，你就在找死，你自己在创造痛苦和离婚。这样思维方式的人，你会很好的教化你的孩子吗？不会，因为你不懂道理。所以道理懂得道理，你才至少不会刻意犯这样的错误。这有时候是不小心犯错误，这个就会伤害就少很多了。对，我们对很多人形成了不小心，就是说对人形成了伤害。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你对他不尊重，就是他做的工作，他做的事，他的长相，他的穿着，或者他的贫穷，因为我不尊重他，所以我的行为就伤害到了他。为什么不懂得尊重呢？因为你不懂这个道理。比如说你是富人，你遇上给你们家工作的人，你的心里说，我替你就是来替我干活的，就你和我的奴隶差不多。这我也见过，有时候不小心走入那样的一个豪华一点的一个餐厅豪华一点的一个服务的场所有极个别的一些贵妇贵人，你穿着打扮一看就是真是一个挺富的人，他对这些工作人员服务人员那个口吻就像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对话，就是叫绝对命令，贬低就好像你不服从我的每一个细节的要求，是你都活不过下一个小时，就有这种感觉，这样的一种杀伤力。那这样做事的人，就是容易伤害到别人。
那么这种伤害就是来自于他不懂道理。有些富人说，你年轻的时候还不如现在给你服务的这个年轻人，你还不如他，至少人家还有这份工作呢，对不对？还有未来你的孩子工作可能还不如他。就比如说将来你死了，你的孩子拿到一笔钱，因为他没有好好经营过自己的人生，他可能10年以内把你用1辈子赚的钱，让他10年全部花光，就是糟光。我曾经讲过一个概念叫销金式的概念，他会很容易轻松的将你这一生的财富和心血很快就弄光了。10年弄光都算慢的，有很多家破人亡，只是一夜之间钱就没了。所以当我们对别人的时候，那个态度的好坏是决定了你的见地、你的智慧的高低多少有关系。所以真正是个学识渊博、见识很广的人其实会尊重所有的各种职业、各种收入、各种阶级的人。比如说你来修习佛法，就必须学习和认识这一点，因为万事都有因果。今天他给你服务，你们之间要懂得，就是有一份叫做缘分。对，比如说今天你的腿很累，你花点钱找人给你按摩腿，对不对？你会单纯的想，我花钱请他给我按摩腿。但是从这个人生的真实的道理来说的话，这是你们2个见面的缘分。这个缘分不一定都有一丝情牵着，不一定但是就是一种缘分。你花钱雇他给你按摩腿，这么多按摩师，你怎么会遇到他呢？说他把你捏得很痛，你让你很不愉快；说把你捏得很舒服，你很快乐；说你叫什么名字，下次我还找你，等等的，这都叫缘分。当我们懂得缘分之后，就可能开始尊重。比如这姑娘弄的脸从乡下来，脸上打扮没有营养皮肤不如你抹的那么滋润，又干的体力活给你按摩腿脚，你作为一个中年女人，你会很瞧得起这个人吗？一般不会，对不对？假设说按摩了一会儿，说你越看越面熟，越看越面熟，等仔细对话聊天之后，发现是你过去遗失的女儿，你的心情将如何呢？你还会把她当做一个按摩的工人看待吗？你当公主一样捧起她来，对不对？对，所以要懂得道理为什么讲到因缘这个概念因缘是跨时空的，还有包括前世的情缘。比如前世的情人说来世我一定做猪做羊做狗，还来到你的身边，就真来了。有一天你在菜市场突然看见一只小狗，那眼神跟4个眼对上了，说哎呀亲爱的，我终于找到你了，你要弄回家了。所以你们不能结婚，但是像亲人一样，所以经常会闹笑话。他家儿子就说儿子，他亲儿子不吭声，他过去揪着儿子，儿子我怎么叫你不吭声啊？儿子说我不是你叫我还叫狗呢。很多家里闹的笑话吧。所以当我们懂得这样的这个因缘难得，缘分难得，还有很多事情自有天意这个说法的时候，所以我们也可能或者也许会增加我们对于不同职业的尊重。何况有一种叫富不过3代的说法，我们的过去就是尤其是说事业有点成就财产比较丰富的人，你或者你的上一代的家人可能并不富有，因为贫穷方才努力，因为富贵才学会了放荡与奢侈。所以
贫穷和富有不是永恒的标签，它和印度的阶级不一样。就今天就在印度，就4大不同的阶级之中，也有很多是聪明好学的孩子，对不对？他读一个普通学校，很快就成绩斐然，最后上了好的大学，最后找到非常好的工作，或者成为很高的管理者，都是很有啊。所以这个阶级已经那是历史的过去啊，在当今和未来的时代啊，所以我们的穷富和这个不同的工作啊之间，其实人与人都差别不大。都学会解读你的祖宗，就能理解你眼前的比你看似收入较差的人。明白了哈，就懂得了尊重了，通达了道理，我们这好像有点豁然开悟的感觉。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工人呐，这个帮手啊，工作和家庭的帮手呀，或者辈分比你低的呀，才学会了更温和的态度啊，乃至到一视同仁，用一种善良的心态啊对待他们。中国有一本不是佛经的经书，叫做《道德经》。就是《道德经》的作者呢，叫老子。《道德经》原名是这样排的，就是叫德，德在前头，道在后头，叫做《德道经》。说能有道德就能得道。什么人得道呢？得道者得天下。这古人中国古语当中哈，天下之大，唯有德者居之。这个古文的意思呢，说就成为今天这个世界的主人的话，这个主人不一定非指皇帝哈，但是也有这个意思。说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就适配于说，这个天地都是喜欢他的，都乐意与他配合。那这样的人也就能够统领天下。所以在古代传说之中的时候啊，这个概念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人。所以如果你成为君王者，一定能够非常的能够体恤民情，理解众生之苦。所以呢，中国历代的皇帝哈，不管懂不懂，不管是不是农民出身，都要去祭祀。像在北京来说，祭祀天坛、地坛，还要象征性的去灌溉啊，洗牛、洗马啊，要种植，要种庄稼，还要象征性的。那是清朝还有一位帝王，像顺治皇帝，到五台山出家之后，据电视剧中说，他还在研究种植水稻。中国北方没有水稻，也就是大米呀。他在那五台山附近学着种大米，这个也许是真事，因为后来就是在现在的东北是很冷的地方，对不对？东北的辽宁省盛产大米，现在它是很冷的地方呀，可是它的大米还是很香。所以这个成为这个天下的统治者，或者与这个自然这个世界合二为一的人，他是因为有德行。那因此这个德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可以叫比较，它也是分好几个层次。从最初级的层次来说，就是叫仁爱之心，就是叫仁慈。咱们佛教叫慈悲啊，西方人叫大爱，就是仁慈之心。仁慈之心呢，古人有个比喻，什么是叫仁慈呢？就像母亲喂养你的小宝宝，喂养婴儿一般，这就是仁慈。这个人首先与人民的人是同样一个音，对不对？但是只是新写的时候单立人两横，这个横是什么呢？是你心中的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画的是两道，就像一个人伸出双臂抱着自己的孩子。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像母亲喂养婴儿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心呢？现在的话叫做母爱。那么爱，那么轻柔，那么无微不至，来呵护自己的小宝宝。后来又把这个德的这个爱，不光是说爱人类这个众生，就是还要爱畜类的。畜类，比如说牛、羊、驴、马、骆驼等等这些，无论你把它杀来吃了肉，它是喂养你，对不对？无论你是让它给你干活，把你做运输，给你耕地，或者你在骑马打仗，都是在为你服务。你要爱它，这是一个有德的人的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有这样一种高尚的情怀。再接下来发展了，说这个还不够。我们众生在这个生活之中，好，你光顾着爱人类会动的这个动物了。如果再往大里说一点，如果天公不作美，比如说该下雨的时候，你播种完之后需要下雨啊，你的庄稼才能长起来，对不对？干旱。但是应该不要下雨，要丰收的时候，粮食你一下雨，粮食全打到地里去了，没法收，对不对？我就狂风大作，下大雨，冰雹，那不就灾难吗？那还要爱谁啊？还要恭敬天地，恭敬鬼神。所以这个爱包括敬，比如说对人民要爱啊，一个有德的啊。那对于上天和大地呢，要敬。从皇帝和得道者来说，人民是你的宝宝，那你呢是上天的宝宝，那你就是儿子。所以过去的皇帝称为叫天子啊，上天之子，皇天之子。好了，那怎么办？你作为子的话，就要敬天爱地。所以中国古代有很多子，对不对？子就是圣人，老子啊，孔子啊，墨子、庄子。其实我们古人称为子的特别多，就是那个时候的圣人，就是他懂得这个道，懂得道德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皇帝经常都要请教他。虽然他可能不是官，有时候皇帝追着他给他封个官。古代很多称为子的人啊，很多君王追着他封，说你留在这儿，你给我们做什么什么，就给他一个名分。有很多说我是个修道的人，我才不给你做官呢。说你给我们当个名人可以啊，好吧？比如说你今天给我们当这个燕国皇宫顾问，可以吧？很多这个都不要。你封是你的，对我来说，我就是疯子啊！他自以为疯子哈，其实是得道的人。但他不要和君王一起工作，因为君王里头有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就是杀戮，错就杀，而修道者是舍不得杀，所以中国就有了道家学派这个概念。所以这一切的概念都是来自于德和得道。那德和道之间呢，如果你具备了道德，就是我们所说的德行，就是仁爱。仁爱一直得研究下去，我几乎爱一切，爱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就得到了，得到了最初的爱，最后还得到了天地人动物的帮助。所以就有人一声吼，狮子老虎跟着走，就有人吹几个口哨，小鸟全跑来，就有人有一天死了之后，他的尸体都不会腐烂，就有人在事情没发生之前就把未来的事看透了。这都是修道者和得道者的表现。据说还有人
飞升了，就成为中国人传说的神仙。我相信这都是真的。所以啊，这个中国哲学的创始的基石，这个德就是慈悲心。慈悲心爱什么？从人到生命的，乃至你没有觉得是生命的，比如说老天，你爱得着吗？你不但爱，还要敬。对大地呢，敬；对猪狗牛羊呢，要爱；对你邻居的孩子呢，爱。所以敬爱人，到个小生命，甚至到大生命，其实就是广博的大爱。佛学来说，就是大慈大悲。这样就是得整个从天地万物对你的爱戴。所以在我小时候跟着师父修法的时候，总会有人有悟性的求师父赐福做点供养，过年呐、过节啊、师父生日求师父赐福。师父说我的头顶上你今生大富大贵来宾特别开心。这是懂得的人，他们就会认为师父说这一句话就是圣人说的话，圣人说的话在我身上一定会有感应出来，我这一生就开始富贵了。事实是如此。我的师父祝福过的人，几乎除了有一个县里的一个官员他中间喝酒半途而死，师父不让他喝酒那其他得到祝福的最后都挺富贵的。仁慈慈悲之心你才能够驱神弄鬼，呼风唤雨，是吧？甚至是为人消灾灭难。是吧？为什么说贴一个符咒，那鬼就动不了了？念个咒语，那个坏的魔鬼跑了，因为你是一个得道者。得道者说出来的重要的话，就是叫金口玉言。金口玉言，神都要去听从，何况畜生呢？对，就会实现。所以，当有这样一种博爱的心的人天地万物都会乐意配合他。所以这位得道者说：“你大富大贵，好像天地一切都听到了，他们就说让他大富大贵。你就不发达都很难真的是，就该你发财的时候，你干啥都能发财。但是有很多人说，而没有这份德行，而又很聪明，用技巧来赚钱，很多人死得很惨。钱没少赚，但是没有一分留在自己手里，全叫别人给骗了，要么看病给花了，就是这样的，留不下钱的。这个原理我给大家解释清楚了我相信没人想跟你讲这个原理。就是讲的还是在《道德经》这个概念从我们得到了这个“德”这个字的这个口诀和理解、领会之后我们就其实开始得到了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基础观念，就是慈悲善良，敬天爱人，敬爱万事万物。那么当懂得这个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之后，有了德的这个基础之后，再接下来是道。道是什么呢？道是讲的我们作为一个地球人，我们必须要学会观察和领会的那个自然的规律。
比如说24节气，冬天像在北方的话，天冷要下雪，你要穿棉衣服。冬天要藏就是藏气养精啊，因为整个天地呀处在一种冷冻期的状态。你像有一些动物，你看那个狗熊、蛇，它开始进入到冬眠状态，这个大家听说过吧？哈，冬眠，天太冷了，它在那去静下来了，就像一个人进入一个洞里禅修一样。它会不会饿死呢？不会的。它经过这个冬眠呢，它更健康。所以这个时候就到了冬藏。等到了夏至呢，就夏天来临了。我们从衣服上、穿着上、颜色上，还有饮食上要调整。对，就开始认识就是自然规律的这个部分。自然规律之中有一个东西，对于为人处事能让自己人生活得更好，当中有个最重要的点，叫做礼。这个礼有2个字，第一个叫道理的理，第二个叫礼仪的礼。懂得了这个道理，要懂得叫做礼仪的礼。这个礼仪的礼后面叫做礼数，就是礼节的规则概念。在过去北方的老人经常说话比如这个孩子，我们几个比如说算是长辈在这儿一起吃饭说话聊天，这个时候他的儿子说，哎呀不行，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在现场把桌子上的菜饭乱抓一起就吃了。过一会儿他的孙子过来时又一盘乱抓，爷爷我才不管，不让我吃，我饿死了，抓了一气，那个菜撒了一地。这叫做我们不怪他的孩子，怪这个家长不懂道理。因为不懂道理，所以没有礼仪，没有礼仪不懂礼数，他家将来的孩子很麻烦。礼数来自于人伦，礼数下面就是为什么有礼数，叫人伦关系。人伦从家庭中的人伦关系就开始有了，就是比如说祖父，就是爷爷奶奶，再接下来就是父亲母亲，再接下来是到了自己，就是孙子孙女。这个3个家庭关系的层次必须要非常警惕，时刻警惕着你在家里是哪一个层次辈分。人伦关系一定要清楚，不可以混乱。比如说儿子正在外面出差，媳妇在外面干活，身上弄些灰尘，公婆中的公公，这里叫家公，家公说好，我拿块布拿个毛巾帮你掸一掸身上的灰尘，对媳妇，你们觉得合适吗？是不可以的。所有的事情都在说，除非生命危机来了都可以，如果不是生命危机的大问题，这样是不合适的。这叫做人伦关系。我们所有的礼数就从家庭层次关系的辈分礼数一定要理清它，理清了这个关系之后，才理清了对社会的关系。所以在古代去上朝做官，在古代最高的权力者是皇帝，对不对？皇帝比家里的爷爷辈分高不高？高，他是万民之主，人人见到，除了佛教出家人见了他不跪下，其他人见了必须要跪，外国使臣见了至少跪一条腿，都要跪。就不是你家的君王，你见了你都要尊重他，你不尊重他可能会被赶出国外，或者是被打断腿，就是这样。
因为他是这个国家、这个国土的王。所以从家庭的人伦层次要清楚，清楚了之后，有一种东西没人教你该怎么做。说我到底怎么样？很多细节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就住一栋大房子里头，这真的世界的一个屋檐下，随时就能碰到。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把握。好，第一件事从小辈说哈，小辈分的，尤其是女士，无论你是这个家庭的女儿，还是嫁过来的媳妇，穿衣服不要太暴露啊。兄弟姐妹，你也不适合太暴露，对不对？所以衣着的合理性特别重要。所以为什么人家很多年轻一对小夫妻结了婚说我们搬出去住，找一个地方住，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穿着上比较方便，对不对？就他夫妻俩嘛，怎么穿都行，比较方便，这个是事实。但是你的资金没这么富裕，你们必须住到一栋大房子里头，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礼数的问题哈，它涉及到礼数，除非是还不懂事的12岁之前的孩子，但是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呢，妈妈就有教化的责任。女孩子说哪些动作不可以，比如坐凳子的时候，那个腿岔开的像两个大鹰的翅膀嘛，真的有女孩子这么做呀，像骑摩托车一样坐在凳子上，就是不好看，是吧？那如果你真这么做，你会不会担心他出嫁有困难呢？还有你家的男家长怎么看你呢？就会你这个妈妈不懂道理，不会教你家的女孩子哪些行为该做，哪些行为要注意呀？是不是很重要啊？那么作为爷爷、父亲，就是越往下越是疼爱他们，非常爱他们。请问爷爷面对孙子犯了不是特别大的错误哈，你的儿子，先说辈分哈，一家3代人，爷爷奶奶都在，儿子儿媳都在，孙子犯了一个不是特别大的错误，请问是爸爸打这个孙子还是爷爷打这个孙子？是爸爸或者是妈妈打他，或者是直白的教育他？爷爷奶奶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扮演安抚者，就挨揍疗伤的港湾。爸爸打了一顿，奶奶过来说：“哎呦，我的乖孙子啊，哎呀，你怎么那么可爱呀？我知道你很坚强，对吧？要去鼓励、安慰，是不是啊？弄点好吃的，多点赞美。就是爷爷奶奶不是不教育，但是其实多表达一份爱。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爷爷到年老之后，孙子慢慢成长的时候，他会把管儿子当中的一些对和错的经验，全部用在这个孙子上头。所以对孙子的时候，就少了一份棍子、铁棒和手巴掌，就更多的是关爱和鼓励。所以通常爷爷不会打孙子。所以家庭伦理层次要弄懂了之后，所以我们的行为上，那如果是这样，刚才说孩子穿着，爷爷奶奶穿着是不是可以很不在乎？爷爷奶奶，比如说爷爷穿个大裤衩，光大肩膀，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严格要求无论怎样，哪怕薄一点的背心之类的东西也要穿一个。你比如说天气很热，是吧？热带地区至少要有衣服遮体。在过去有要求上身的衣服至少要遮过肩膀，
就是我们所谓短袖衫，北方话叫老头衫呢啊，就是上的是圆领，这个到这个半截袖的那个，至少要遮到这个部分。如果有孙子辈，老人家如果不是特别身体需要，穿的裤子最好是长裤，可以薄一点，但是不要露这个腿。这是一个人伦关系当中的一个叫做礼数。过年的时候，我看大家的意见嘛哈，对于晚辈，比如说儿子、媳妇、孙子、孙女，要不要给爷爷奶奶叩头问安？还有孩子说，去年爷爷奶奶没给红包，今年就不叩头。那怎么办？作为妈妈怎么办？你要带着孩子去叩头。爷爷奶奶无论给红包不给红包，你都要去叩这个头，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你。爷爷奶奶给你祝福哈，给儿孙祝福，儿孙就会吉祥。爷爷奶奶特别恨你和讨厌你，你一生不顺，因为他是你的祖宗。所以这个道理开始懂了，所以我们接下来放大到社会，因为细究还有很多细节哈。所以如果你成为政府官员，比如说水利部的副部长能不能和他的正部长直接吵架或打架？我觉得可以辩论，但是不能成为个人的仇恨和一般泼妇之间的骂街。有事情就是工作不是吵来的，工作是进行讨论的，讨论和吵架不是一种性质，就可以讨论。但是你的顶头上司拍板做决议之后，你不要再讨论，除非你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如果照着你这样做，可能会形成一个超大的一个伤害和损失，那你不要妥协，还可以继续辩论。如果不是天大的事情，你的顶头上司拍板做出了决定，你就不要再争了。这个大家懂得了哈。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5个副部长呢，每个部长有自己的一套见识，最后那个部长非要听你们每个人的言论，不是我听任何一个人的，其他人都不满意，对不对？我怎么办呢？这个概念形同于像一个公司董事会，如果公司董事会有13个人，每个人有一种看法，那最终董事长怎么拍这个板？没法做决定，对不对？所以最后他听了大家的这些建议看法之后，他感觉到说应该怎样做决定，就拍板做决定了。如果你作为总经理怎么办？你就要去执行，或者是更低的职务，你必须执行，因为你不执行要去顶撞，这种大上司会觉得你是一个耽误事的人，或者你的这些言论会引起下面员工的不安，因此最少是降级，但是开除的可能性非常大。对社会的礼数，你的朋友人家过年过生日和一些必要的节日的往来，这个频繁性这个一年的次数，所拿的礼物，请仔细思考。当过分，对方会害怕；过少就有点冷淡。过少不会得罪人，但是过分会令人害怕，说你想干啥？比如说你的孩子结婚，别人都给的礼物算钱的话就是1000块钱，就你给了10万，大家就会想，你肯定有所求。我们拿了你的钱不给你办事吧就不好，但是不知道办什么事，就开始害怕担心。也因此礼物过大是不是也不好呀？令人不安，是吧？但是没拿礼物又叫别人挑理，就觉得不懂礼貌。所以礼数呢，这个数字概念
这个礼节的这个分寸特别重要。当懂得这些之后，你才慢慢懂得了我们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职业当中的不同的辛苦、各种的不易，还有我们在家庭与社会当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应该去怎么做才能叫不失礼数。不失礼数就不会犯那些不该犯的错误。比如说公家的钱和物你能拿回去吗？其实很多在公司员工来说，你们家写信的纸都是你公司的纸，对不对？是这样吧？请问是不是这样？对，人人都这么做，这是错的。如果这公司不是你家的话，请你记住你拿人家的工资还拿人家的东西，你有道德吗？你说不就是几张纸吗？钞票也是纸啊。你能拿1分就能拿1块，能拿1块就能拿1万了，对不对？懂得了所以当懂得道理，你才知道怎么去做人。所以道理懂得道理，你才至少不会刻意犯这样的错误。这有时候是不小心犯错误，这个就会伤害就少很多了。还有一个我们要学会了之后，我们还要避免这些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击，减少这种冲突和矛盾的发生才能让我们呢在做人做事，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成为更加稳定、顺利、和平、自在。有道德的人心怀仁爱，懂得人伦礼数，敬天爱人，能化解烦恼，远离伤害，走向幸福自在的人生。天下之大，唯有德者居之。愿你也能成为这样的人。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